美豪砸350亿美元量产萨德导弹，这笔足以买下几个小国家的天文数字，到底能换回什么样的神级防御？最近，美国国家大楼玩了个大动作，正式签署了一份总价高达350亿美元的合约，全部用来扩产萨德拦截弹。大家可能对350亿美元没什么概念，这笔钱能买下好几支完整的核动力航母打击群，5代机更是一砸一大把。现在美军需要把它全部塞进那几根细长的拦截弹管子里，这笔交易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而就在合约公示当天，特朗普还亲自点名洛克希德马丁的 CEO， 要求军工产业链必须从慢节奏切换到战时疯狂模式，年产量要从过去的几十枚瞬间飙升到数百枚。那么萨德导弹凭什么一枚敢卖1200万美元？美军又为什么要突然搞这波横跨7年的导弹产能大爆发？今天我就带大家起底这款深空狙击手，看看美军的操作到底有多秀。聊萨德量产之前，咱们得先搞清楚这玩意儿为什么贵得离谱。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里，导弹炸目标不就是靠火药炸开吗？但萨德这个高端玩家根本不屑于用炸药，他玩的是全人类常规武器库里最具暴力美学的技术——动能击杀。这个技术指的是萨德拦截弹压根就没有传统的爆炸战斗部，它在飞向目标时，完全靠那一坨重达几十公斤的固体金属头，以每秒2500米的恐怖速度，也就是音速的7、8倍，直接跟敌方的弹道导弹硬碰硬，就像是用一颗子弹去精准击中另一颗子弹，靠的是撞击瞬间产生的巨大动能，直接把对方携带的核弹头撞成齑粉。萨德弹头上装有极其灵敏的红外线追热装置，配合那套精密的推力偏向系统，能在稀薄的高层大气中做出十龙摆尾的动作。一枚导弹造价1200万美元，这价格能买2、3辆顶配的布加迪威龙，而它在天上只能闪耀那1秒钟。但就是这1秒钟，它保住的是价值数千亿的城市和几十万人的性命，这就是典型的美式战略性价比。萨德的强悍除了那根金剑，还得看它那颗号称上帝之眼的雷达，也就是那台车载的 AN/TPY-2 有源相控阵雷达，这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强的前沿部署 X 波段雷达。它的探测距离最远可以覆盖到几千公里。它有2种模式，一种叫监视模式，专门盯着别人的飞弹在发射架上点火；另一种叫终端模式，专门引导自家拦截弹去跟敌人拼死刀。这就是为什么萨德无论部署在韩国还是中东，周边国家都会感到呼吸困难。按照美军的规划，这种高端防御原本是精英配置，全球部署也不过9套系统。但美国最近突然要把年产量拉高到数百枚，如此不讲道理的扩产速度，到底是因为美军想通了，还是因为他们在2026年的地狱实战中想明白了？很多人觉得萨德这种神级武器在战场上应该是无敌的，但在2026年2月的伊朗战争中，萨德迎来了他服役史上堪称地狱的一天。2月28日，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了雷霆打击，随后伊朗展开了反击，部署在约旦阵地的美军萨德系统成了对方饱和攻击的头号目标。根据 CNN 曝光的卫星云图，一处原本不可一世的雷达系统竟然在火光中哑火了。更扎心的是，阿联酋卢瓦伊斯附近的军事设施也遭到了突袭。卫星图像显示，由于存放萨德雷达的车辆棚场被直接击穿，3栋建筑化为废墟，4处横七竖八地躺着被损毁的昂贵组件。这场意外的失利迫使五角大楼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把原本驻防在韩国的萨德系统组件和拦截弹紧急撤出，并空运到中东救急。这一招缝补虽然缓解了中东的防空局势，但也让西太平洋的防御网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空窗期。为此，特朗普还在白宫的会议上大发雷霆，美军已经意识到现在的飞弹库存实在是太单薄了，全球不到9套系统，面对现代高烈度的消耗战，这点弹药撑不过半个月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军会突然抛出那个超大订单，他们要用工业的洪流去淹没那些廉价的挑战。美军要的不只是能打高空的萨德，他们还同步给雷神公司砸下了47亿美元，要求加速生产爱国者3 MSE 导弹，构建一个从15公里到200公里高度密不透风的垂直长城。这种同步扩充高层与中层防御体系的动作，说明美军已经不再迷信一招鲜，而是要玩大象漫步式的工业碾压。实力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被失败击倒，不断从地狱中爬起，正是美军领先世界军事30年的最大的底气。而这也预示着这场产能竞赛才刚刚开始。在军火圈有一个真理，武器好不好看参数，战争能不能赢看产能。美国空军和罗马签署的这笔350亿美元合约，其实是给全美军工产业链打的一剂强心针。因为在当前的美国，
想要把一枚萨德飞弹的产量从几十枚翻到几百枚，难度堪比重登月球。首先，咱们聊聊那个让人腿软的交付周期。最新款的飞弹虽然在战场上几秒钟就射过去了，但它的制造过程竟然需要耗时超过2年。你没听错，你今天下单，得后年才能拿到货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波音现在正在疯狂安装机器人设备，用 AI 和机械臂去替代那些日渐老去的高级焊工。而提供动力的 L3 Harris 公司也在忙着扩建火箭发动机工厂。但在美国，想要扩建一家化工厂，仅建设和设备安装就要磨掉2年时间，更别提招兵买马了。华尔街日报指出，路马背后有400多家零部件供应商，其中超过80%的2级供应商，同时还在给隔壁的 F-35或者海马斯供货。这意味着，如果美军想要萨德多产点，可能别的导弹就得减产。为了建立这种稳定的供应能力，美军特意签了长达7年的长期合同，就是要让这些供应商敢于把自家的房子卖了，去扩建产线。洛克希德已经决定在阿拉巴马州砸下90亿美元进行设备升级，他们要在2030年之前把飞弹年产量硬生生推到2000枚的量级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话题，美军扩产萨德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真的只是因为导弹不够了？其实，美国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不惜干扰其他武器供应链，要疯狂量产萨德，绝不仅仅是为了应付中东那些无人机，这其实是一场针对未来10年全球格局的防御性清算。在特朗普和五角大楼的规划中，2027财年将是一个分水岭。他们要求国会批准350亿美元，专门用于补充弹药库，这相当于把过去30年的反恐消耗一把补回来。这等于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冷酷的信息：你尽管研发你的远程突放武器，我依然能用金钱和产能在你的头顶盖上一个永远拆不掉的天花板。随着年产量达到数百枚，美军或许将不再满足于现有的9个发射营。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到更多的萨德联队将部署在关岛、横须贺，甚至是某些争议部位。配合上能够共享数据的爱国者系统，美军正在编制一张能够自动锁定、自动拦截的全球盾牌，把新一代的数字雷达现代化成果直接整合进这批新产的萨德里，让它既能打卫星，也能防土卫无人机。这种在战斗中进化的能力，才是美军纵横全球的底气所在。你可以不喜欢这种霸气，但你不得不承认，这种基于物理、金钱与科技的强大实力，是哪个国家都无法做到的。好了，本期关于美军豪砸150亿美元量产萨德的解析就到这里。大家认为，随着这波超能力砸下去，萨德扩产计划能否按期实现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